原来我最大的使命是为袁氏集团培养继承人。我告诉你，姓顾的，造什么孽？生了你这么个白眼花手是他妈你！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吧？你是不是看别人难受，你特开心、特过瘾啊？混蛋，迟早会遭报应。我就是赖你走吧。必须滚蛋！从此以后，各走各的。我全听你的。早看啊，人手一份。这也太刺激了吧，对吧？袁姐和顾总居然是两口子，我今天刚知道呢。人家早离婚了，离婚了还同居，你们呀就爱自欺欺人。真恶心，居然还说他们是普通朋友，亏我还当她姐妹，真是心机婊。怪不得他俩天天眉来眼去的，全世界都欠他俩一个奥斯卡，把咱们都骗了，真不要脸。这件事，要不是那些好事的记者，连我都蒙在鼓里了。袁总，赵媛确实是我的前妻，但是现在我们只是朋友。这是你的私事，按道理我不该过问。不过我考虑的是公司的影响，现在公司全知道了，想瞒都瞒不住。规矩是我立的，不能因为你是总裁，我就区别对待了。我知道你重情重义，这么做一定有你的原因，但在外人眼里，这事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有人说你们离婚是为了进卓业，为了某些不为人知的目的，一旦被发现也好有套说辞。要不然，你们为什么至今仍然住在一起啊？虽然说离了婚还可以做朋友，但总不至于这么亲密。所以你尽快处理吧，人言可畏。这样吧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从黄宁回来，一定给你们交代。赵媛的事跟顾金培没关系，他住在那儿是因为……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昨天晚上。混小子，这是总裁办公室，就这么随便进进出出吗？你先出去。赵媛是我招来的，我不知道他跟顾金培的关系。再说了，公司不让谈恋爱，但没说不能离婚啊。怎么着？你想因为赵媛的事跟我对着干吗？我没有跟你对着干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外面那些人屁都不知道，就会瞎起哄，但你不能，你是董事长，得先调查清楚，再来兴师问罪，不然谁还敢留在卓业？别说了，让他说，我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我在这学得好好的，非要把我支去美国，现在又因为几句屁话就要把赵媛开了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混账！翅膀硬了是不是？难道我做决定还要你同意吗？反正赵媛不能走。闭嘴，岳阳！你先出去。怎么回事？连收益跟利润都能搞错，你这合同怎么审的？对不起，我马上改。改什么改？
字都签了，章都盖了，都让人取走了。我连打了3通电话都没人接。这要是合同到了对方手里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就全完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得损失多少钱？媛儿姐，你这也太不小心了，还得连累霞姐。喂，您好，我是卓业的。关于您刚刚拿走的那份合同，我有些细节还需要改一下，麻烦您告诉一下您的位置，然后我马上派人过去，好吗？那方便寄回来吗？哎，我这挺着急的，我。好吧，谢谢。他怎么说？他已经去机场了，不可能送回来。等他下了飞机，再找时间寄回来吧。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能怎么办？我要是知道你这么不靠谱，我就不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要是对方把合同扣下了，你得负全责。哎呀，霞姐，就别生气了，你肚子里吵什么吵啊？飞机没飞追回来就好，有时间在这推责任，还不如想想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你现在还能怎么办？我已经到机场了，那个人叫什么？长什么样？他叫魏迪，1米78左右，挺瘦的，穿了一件蓝色的上衣。喂，刘总，我是卓越顾清培，原本打算让您的秘书请您把合同带回去的，但临时出点小状况，我们需要微调一下。哦，放心，没什么改动，明天一早我就让人给您发过去。好，谢谢理解。你是魏迪吧？对啊，你哪位？卓业的，来取合同。合同拿到了。太好了，多亏了袁助理，要不然这次麻烦了。袁董，这次的事故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。对不起。你把合同发给我，我亲自审，剩下的你看着办吧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别自责了，工作上犯点错很正常，下回注意就好。如果当初我没那么黏着你，能试着多理解你，我们就不会离婚。如果我能像你一样往前看，能听你的话，不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你身上，我就不会进卓业，就不会闯下这么大的祸，连累元阳，还有你。圆圆，离婚这事儿错在我，不怪你，是我一心扑在事业上，忽略了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所以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你喜欢，我一定会帮你，不存在连不连累。不管是谁的错，
错了就是错了，弥补再多，也挽回不了。记得在书上看到一段话，他说，想忘记一个人，越逃避，越做不到。倒不妨试着天天想着他，看着他，终有一天，你想到麻木了，看得厌烦了，也就真的放下了。于是，我就进了卓业。可我一进来才发现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每天看着你，和你一起上班，一起回家，脑子里面想的全都是你。想着你今天有没有吃饭，袁董今天心情不好，是不是和你有关？我根本没有心思做别的，不但没有放下，还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乱。昨天晚上我还在训元阳，要他独当一面，不再依赖任何人。现在想想，最没资格说这种话的人就是我。自从离婚以后，你一直在努力地往前走，可我呢，一直赖在过去，不愿意出来。你不停回头拽我，我却死抓着你不放，假装一切还是原来一样。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，所以，我决定离开卓业，从你家搬出去。圆圆，我已经找到房子了，今天晚上就搬家。不行，那帮人指不定什么时候会上门，我绝不能让你一个人住。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他们不会来了。再说，我不能一直都住在你家。青培，就当你是最后一次帮我吧，让我走吧。我真的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了。我好讨厌现在的自己，讨厌自己有一堆理由赖在你旁边。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了，但我必须要接受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好。赵岩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。不管发生什么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一定会在你身边。我记住了，我会加油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彻底摆脱你，找个比你好的男人，过得比你幸福。一定会。对了，帮我谢谢袁阳，不单是他这次帮我追回合同，还有他的仗义和努力，连他都变得这么拼，我更没有理由停滞不前了。谢谢你们，加油！袁总，我们是回家还是去机场？如果去机场的话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回家。袁阳的机票订了吗？给他改签到明天。
看看是不是这份，应该错不了。赵元呢？搬去他朋友家了。搬走了？不会是被你赶走的吧？对，我还把他开除了。顾青培，你不可能，肯定是老袁。站住！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老袁啊，总不能就让他这么走了吧？找谁都没用，这是他自己的决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想再和过去纠缠不清，不想再依赖我，想靠自己重新开始。你呢？打算什么时候去美国？我不去。走吧，跟我去趟超市吧。临走之前，给你买点东西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到了美国，记得少喝点酒。我现在还在中国。要是吃腻了那儿的东西呢，记得换胃口。直接飞回来就行。泡面不能少，回头我给你寄2箱。顾继培，我虽然答应了你去美国，但我也不是明天就走啊。等不了2天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。这些呢，都是赵元吩咐我们，说是谢谢你帮了他。等一下，我帮了赵元这么大个忙，少说也得700-800万吧？啊？就拿这么点东西糊弄我，真把我当3岁小孩啊？行，那你说，想要什么，我替他给。这个是你说的。请。怎么突然想到买衣服了？最近穿西装穿习惯了，怎么心疼了？喜欢就继续买，或者有什么其他想要的随便挑，就当提前给你过生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生日？公司每一个员工的生日我都记得，更何况是我的助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没想到啊，这个时间我竟然没有在办公桌前看文件，而是陪着你这臭小子疯了1晚上，真是托了你的福啊！哼，别客气，以后要是想疯啊，我随时奉陪。哎，梁，你有想过未来吗？有啊。原来的目标是吃喝玩乐，现在啊，哼，还是吃喝玩乐。不过啊，档次要再高一点，内容上再丰富一点，就更好了。哼，
很好，有进步，总算没有辜负我一片苦心呢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年纪大了，自然也就成熟了，所有人都一样，这是自然规律。是老袁太心急了，非得让我变得和你一样，怎么可能？咱俩差了小10岁。这能力和态度是两回事儿，也许袁董要的只是你的态度。态度我有啊，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比如呢？比如开一家公司，所有的员工由我来招，规矩由我来定，就像总司令，所有的排兵布阵啊，都得听他的。那要成为总司令，不光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，也要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吧？那当然，不然谁敢把命交给他呀？所以啊，你去了美国好好学，预祝你早日成为总司令。哼，搞了半天，在这儿等我呢。我知道去美国好，但我就是受不了被别人安排。记得袁董刚把你交给我的时候，你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不过现在回头想想，是不是觉得这种安排也挺好的？哼，并没有，到现在我也是忍不了，恨不得你明天就走。我开玩笑的，你别当真。不管你有没有开玩笑，我都得承认，我必须感谢袁董。我也很荣幸，能成为你袁阳的老师。在这之前啊，我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恨不得一天干完1星期的事情，就像个机器，害怕停下来，因为一停下来，就有可能被换。我自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却没有想到，这种成功辜负了我身边最亲近的人。每一个项目，我都尤其强调回报率，但事业和生活这笔账，却从没有算过。都一样，你是转太久了停不下来，我是停太久了，根本转不动。所以啊，你也是我的老师。哼，不敢当，我除了喝酒和打架，还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。可以啊，正好这2样我都不会。美国是在那边吧？现在应该是白天，对吧？对呀。哎，对了，你会英文吗？当然，老子可是学霸。哼，来，赶紧说2句听听。算了，我就不跟你显摆了，免得又多教你一样。岳阳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学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，慢慢的就会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。所以啊，能坚持做自己是很幸运，好好珍惜。你放心，不管我袁阳将来做什么，绝对不会对不起我自己。好，加油！你也是。
你干什么？让开！您不能走，袁先生有交代，20分钟以后得送您去机场。你拿我行李干什么？他又要送我去哪儿？美国。不是说下个月吗？我改主意了，你今天就飞。不行，你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说什么时候走我就什么时候走，凭什么？凭我是你爹。那也不行。呀，要是换了顾庆培呢？是不是说话比我管用啊？顾清培就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混账！我怎么生你这么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？比起你，更像我的家人。拦住他！今天除了美国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全晚就到了，我电脑被偷了，我找了都没有。电脑里有南联对外顾庆培的视频。停车！我他妈停车！停车！停车！对。昨天晚上12点多我回来一次，拿了车钥匙就走了，前后就不到10分钟。开灯了吗？没开。门窗没有被撬的痕迹，监控又出了问题，说明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昨天晚上尾随你回来的。不可能啊！那后面跟了一个大活人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喝酒了吧？就一点点。你呀，死性不改。除了电脑，还丢什么了？还有3000多现金。现在钱都不重要。山哥，电脑很重要。电脑，弟弟这次我求你了，无论如何也要把电脑找回来，要不然我死定了。哎，视频怎么会在你电脑里？啊？谁他妈让你备份的？啊？我就想留个备份，怕万一丢了，没想到会被他们偷了。王八蛋！喂，别打了！刘洋，冷静点！告诉你，视频要是丢了，老子杀了你！松开！松开！松开！让开！你他妈最好今天杀了我！你少说两句吧。视频丢了，你跟我兄弟啊？视频丢了，我不着急吗？梁阳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忘了这个视频是谁要拍的。问你要不是弄死顾兴培，会有这个视频吗？会吗？会吗？罪魁祸首是他妈你！妈个混蛋！够了！哎，在我面前动手，要不要我把你们俩送进去关2天？冷静冷静啊！电脑既然这么重要，就给我打起精神，好好的找回来。你先走了吧。据我推测，这个人应该是在附近蹲了好几天。昨天晚上看他一个人回来，就尾随着跟进来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先切断监控视频，再撬开柜子，拿走电脑。也就是说，这都是事先设计好的。对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对了，这2天你们也好好回忆回忆，看看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，或者是说漏嘴了，
把电脑里的事情说出去了，我也会根据现场的指纹还有路口的监控，尽全力帮你们把人抓回来。抓不抓到人无所谓，最重要的是那个视频，一定要找回来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一群废物，连个人都找不着。我告诉你们，赶紧把人给我带回来，带不回来，统统滚蛋！怎么了？是不是袁阳他又惹你生气了？你说这臭小子是不是成心给我作对？上辈子我造什么孽？他不想去公司就算了呗。你儿子本身就没有做生意的头脑，朝9晚5就要了他的命，更别说接管公司这么大的事儿。那怎么办呢？培养自己人总比外人强吧。小静才5岁，等她进公司啊，袁氏恐怕都改姓了。你的心思我知道。袁阳是我的儿子，他就是再不济，我也不能放弃他呀。不管他愿不愿意，袁氏集团永远都有他的位置。我的心思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希望他别再惹你生气了，没别的。都说呀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袁阳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其实这码头啊，挺好的，位置好，交通又便利。怪就怪这老板呐，他太固执，还不听劝。这底下员工那么多，他不会用啊。哎，才把码头啊搞成今天这个鬼样子，太可惜了。哥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们话都说了。说什么说了？我1个月前就跟他说好了，下月底之前早1天都不行。那您这不是不讲道理了？谁不讲道理啊？是你们违约这些，有没有诚信？大哥，哥你搞清楚啊，这是你欠我们钱。赶紧走吧啊！赶紧回去，别再来了，来100遍也没用啊！不是你这人，赶紧走！告诉你们华总啊，除非他自己来，别人谁也不好使。妈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老样，一点都没变。怎么听着，怎么像是在骂我？我哪敢骂？这骂起人来，我可不是你的对手。真快啊，这一晃有8年了吧？哎，你倒是变了不少，变成熟了，也更老练了，一看就是干大事的人。当年，要不是你要了我的简历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。过去的事别提了。哎呀，没想到
咱俩还能再见上。更没想到会是这么一种方式。码头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银行还有笔贷款没还上，这几家供货商天天派人来催我还尾款。能缓缓就缓缓吧，给我点时间，再想想办法。我看码头前2年的财务状况还是挺好的，怎么突然之间就……这不，半年前出了个意外，赔了2条人命，还有一笔违约金。这1年赚的钱全都搭进去了。这地方啊又小，屁大点事也藏不住，而且越传越离谱，把口碑全传砸了。林哥，这样，这2天你整理一下码头这2年的相关资料，越详尽越好，包括财务报表，尽快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瞎打主意。这码头是我辛辛苦苦一手建起来的，我所有的时间和心血全都搭在里头，不到走投无路，我绝对不会拿它抵债的。什么叫走投无路？你再这样耗下去，不做任何改变，才叫走投无路。大不了卖房子卖车，老家还有几十亩地。然后呢？钱是能解决问题，但是只能解决一时问题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吴金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帮你。也算是可圈可点，我走过这些年，那么多蜕变沉淀，你变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你可不是那种为了感情不顾利的人。和只认钱的人合作真是太冒险了，也许你就是他的一个赚钱的工具。我说的是真的，大哥。电脑呢？要是不让死给我交出来！这个混蛋！你们俩就等着完蛋吧！事情搞成现在这样，我的卓越就成了一个笑话。我为我儿子郑重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就在你眼里面，你凝视过金钱，沧海桑田也不凋谢，让我郑重的告别，然后更好的再见，在视线的终点，在永远的起点，让我勇敢的向前，不负我们的遇见，直到满载世间风霜雨雪，重新